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舒美娟，欢迎来到健康之行。赶紧看看日历，还有几天就到2026年1月1号了。在这个大家都觉得该万象更新的日子，美国政府的这份新年大礼可是直直冲着我们很多华人移民家庭砸过来了。新版公共负担最终规则正式生效。我知道，一听到公共负担4个字，好多人都想捂耳朵，觉得这话题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心里可能还在嘀咕，这不是早就有的东西吗？不是说不长期住院就没事吗？如果你到现在还有这种念头，那我必须给你泼一盆彻骨的冰水，你这个想法太危险了。美国国债那数字都上天了，社保基金眼看就要见底，本地的纳税人火气越来越大，他们早就看不惯那些可能一辈子没在美国交过税，年纪大了却过来享受免费心脏搭桥手术的老人了。所以2026年这个新规，它根本目的不是什么精细化管理，它就是4个字，甩掉包袱。以前还算有点规矩，差不多要住进养老院，需要长期护理才算。现在这就是一场针对老年移民的精准筛选。他们现在的逻辑非常霸道，既然我不能明着下驱逐令，那我就换一种方式，让你看不起病。只要你敢动用那个看似免费的白卡，我就敢在你父母申请绿卡、更新绿卡，甚至是想考公民入籍的时候，在申请文件上盖一个血红的大章，拒绝。今天舒美娟就是要告诉朋友们一个事实，在美国从来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免费午餐，如果有，那也一定是裹着厚厚糖衣的毒药。咱们先来把这个所谓的新规拆开了看，看看它到底新在哪里，又狠在何处。很多人有一种天真的错觉，觉得民主党上台就是给大家发福利的，这是大错特错。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现在的美国政府是真的穷疯了，他们比任何人都想砍掉这些福利开支。2026年这个新规引入了一个以前他们没敢用或者说没能力用的终极武器 AI 预期算法。过去移民官审查你是翻旧账，看你过去有没有躺在福利系统里，只要你没长期住在政府出钱的养老院，基本上也就过去了。但从明年1月1号开始，整个审核逻辑发生了根本逆转，变成了前瞻性判定。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移民官手里会有一个 AI 评分系统，他们会把你父母的年龄，比如说68岁，健康状况，比如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英语水平怎么样，教育程度如何，全部输进去，然后这个系统会冷冰冰地计算出一笔账，根据大数据模型，这个老人未来5年之内有很大概率会花掉美国纳税人多少钱。如果这个预估的数字超过了一个设定的门槛，比如说10万美金，那么哪怕你父母到现在一天白卡都没用过，一张处方药都没拿过，移民局也可以直接判定他们未来极有可能成为公共负担。结果就是绿卡直接被拒签，人已经在境外的可能连飞机都上不了，这就叫莫须有的罪名。你还没吃上这口饭呢，他就认定你是个饭桶，二话不说直接把碗砸了，一点机会都不给。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新规还把福利的定义范围给大大拓宽了。以前大家都觉得我有白卡，我去看看感冒发烧，拿点降压药、降糖药，这是基本的人权保障，不算占福利。各位家人，天早就亮了，别再做梦了。2026年的新规细则里写的虽然弯弯绕绕，但我舒美娟是拿着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看过的。如果你是非急诊的频繁就医，或者是长期依赖政府补贴的处方药来维持生命，这些行为全部都会被计入那个 AI 系统的负面评分里。这意味着什么？就是说，如果你爸妈拿着白卡，每个月雷打不动要去诊所开一堆药，每2周就要去做一次理疗或者透析，在移民局和州政府眼里，这不再仅仅是治病，这是在系统性消耗公共资源。等到将来你要给爸妈申请绿卡延期，或者他们想考公民入籍的时候，这份长长的、详细的医疗消费记录就是他们的判决书，想逃都逃不掉。我身边就有活生生的例子，就是咱们的观众，有一对老夫妇来美国好些年了，拿了绿卡，一直用白卡看病。老先生有慢性肾病，需要定期透析才能维持生命。以前帮他们办理的中介信誓旦旦地说，透析不算长期护理，放心用，白卡就是给穷人准备的。确实，前几年风平浪静，啥事没有。但就在上个月，2025年底，这个新规在试运行的时候，老先生申请入籍，结果收到了一封拒绝信。拒绝理由 N14 上面写的赤裸裸的，一点情面不留。基于申请人的健康状况和过往医疗支出记录，本局认为申请人无法在不依赖公共福利的情况下维持生活。这还不算完，移民局还顺便启动了对他们绿卡资格的重新审核程序。现在这一家人彻底陷入绝境了，继续透析，绿卡可能保不住。
停止透析，那人命肯定保不住。这就是真正的进退两难，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死局。为什么美国偏偏选在2026年对这个领域下如此重手？原因再清楚不过了，美国的婴儿潮一代全都步入老年了，他们自己国家的老人都养不过来，财政捉襟见肘，怎么可能还愿意白白养着从外国来的没有多少贡献的老人呢？所以各位一定要刻在脑子里，从2026年1月1号开始，你父母手里的那张白卡，它不再是一张福利卡，而是一个带有精准定位功能的电子脚镣，你每使用一次，都是在亲手给移民局递上一颗将来可能射向你自己的子弹。接下来我要讲一个词，这个词能让所有家里有房的兄弟姐妹后背发凉 ，MARP， 也就是白卡遗产追缴计划。以前这个计划在很多州执行的比较松，很多华人朋友也是钻了这个空子，心里盘算着，我把房子提前过户到孩子名下，或者搞个什么终身产权，只要法律上我不再拥有这套房子，我就可以合法的申请白卡，政府也拿我没办法。各位，2026年的风向彻底变了，各州政府现在赤字严重的像无底洞，他们成立了专门的追债小组，口号就是纳税人的钱一分都不能白花，必须有人来买单。大家都知道有个5年追溯期，意思是申请白卡前5年内转移的资产都要被审查。以前如果你在第6年才申请，好像就安全了，但在2026年新的执行力度下，州政府开始动用更狠的欺诈性转让法。这又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只要他们认定你当初转让房产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符合白卡的资产要求，骗取福利，那么哪怕转让行为已经过了5年，甚至更久，他们依然有权发起诉讼，把房子追回来。这招太狠毒了，这不仅仅是要把房子拿走，还可能要给你定一个福利欺诈的刑事罪名。听听这个发生在加州的故事吧。加州以前可是对移民最友好的地方之一，有一位张阿姨，早在6年前就把自己在洛杉矶的一套小公寓过户给了儿子，自己就成了法律上的无产者，然后心安理得的申请并使用了6年的白卡，中间做了2次大手术，还住了半年的疗养院。2025年底，张阿姨去世了，儿子还在忙着操办丧事。州政府的一封信就直接寄到了家里，是一张遗产追缴通知单，金额高达48万美元。儿子当时就傻眼了，反驳说，这房子早就不是我妈的了啊。你猜州检察官怎么回答？他们冷冷一笑说，我们通过大数据查证，你母亲当年转让房产时并没有收到任何合理的对价，你们是采用1美元转让的，而且她在转让后立刻申请了福利，这完全符合故意亏空资产以骗取福利的认定。我们现在要撤销当年的转让合同，拍卖这套房产来抵偿他欠下的医疗债务。结果呢，那套房子被法院强制拍卖，儿子不仅1分钱遗产没拿到，为了打这场必输的官司，还额外赔进去了好几万美金的律师费。这叫什么？这就叫免费看了几年病，最后用一套房子来买单，简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如果说 MERP 是针对那些名下曾经有房产的老人的收割机，那下面我要说的就是专门针对你们这些做经济担保的子女的紧箍咒。当年给父母办理绿卡的时候，你们都在移民律师的指导下签过一份文件吧？ I-864 经济担保书。当时签字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这就是个形式，走个过场？律师让你签你就签了。各位家人，我告诉你们，那不是一张废纸，那是你以自己的信用和未来财产做抵押的卖身契。那上面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作为担保人，你同意在被担保人成为美国公民之前，承担其所有的生活开支，并且保证他们不会成为美国的公共负担。以前美国政府是懒得去认真执行这个条款，但到了2026年，这成了各州政府填补财政窟窿的秘密武器和尚方宝剑。逻辑简单的残酷，你爸妈用了白卡，看了10万美金的病，这个钱联邦政府会跟州政府算，州政府转头就拿着你签的 I-864 来找你算账，这在法律上有个专门的说法，叫第三方合同受益人诉讼。政府会直接给你寄来一张天价账单，上面写着你当年白纸黑字承诺过要养你父母的，现在你父母花了我们纳税人10万美金，请你依据法律承诺，在30天内付清。如果你不付呢，后果是什么？首先是工资扣押，也就是说，政府可以直接通知你的雇主，从你这个硅谷大厂高级工程师的工资单里按月划走一部分钱，直到还清为止。其次是信用破产，这个债务会上你的信用报告，你那好不容易攒起来的780分超高信用分，一夜之间就能跌到500分。以后你想贷款买房、贷款买车，门都没有。最严重的，甚至可以申请冻结你的银行账户。
千万别觉得委屈，美国社会现在的逻辑就是这样，你把父母接来美国团聚，享受的是你们家的天伦之乐，凭什么要让本地的纳税人出钱，为你的这份孝心和家庭欢乐买单？尤其是在现在反移民情绪高涨的一些州，严格执行 I-864 条款已经成了一种政治正确。他们就是要通过这种狠辣的方式，告诉所有人一个信号，如果你自己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就别轻易把老人接到美国来。如果你现在还在为了省下每个月几百美金的保险费，硬着头皮给父母申请白卡，那你就是在自己的头顶上用一根头发丝旋起一把巨剑。等到那张几十万美金的账单真的寄到你家里的时候，你再想退保，再想补救，早就来不及了，一切都晚了。还有一点，以前美国查福利欺诈，主要靠的是有人举报，效率很低，也抓不到几条大鱼。但是在2026年，情况完全不同了。社安局、移民局和国税局的数据高墙被彻底推平，他们之间的数据完全打通了，而且还引入了一种叫做生活方式审计的智能算法。这玩意儿简直就是为我们一些华人家庭量身定做的审查工具。第一，住着豪宅却领着白卡的时代彻底终结了。大家想想看，身边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父母名下存款是零，什么都没有，但是老两口住在儿子女儿那套价值200-300万美金的顶级学区房里，每天开着奔驰宝马接送孙子上私立学校，手里拎着名牌包去买菜，然后转身就去药房刷白卡拿免费的高价药。以前政府管不了，因为从法律上说，那些资产是子女的，不是老人的。但现在算法不看这个，他看的是消费痕迹和生活方式。你父母申报着接近零的收入，领着最基础的生活补助，结果大数据显示他们每年都坐2次商务舱回国探亲，系统立刻就会自动报警，标记为收入与生活方式严重不符。再比如，你填写的家庭住址是帕罗奥图或者尔湾的顶级邮编区，周边房价中位数300万起步，结果你全家申报的年收入却低于联邦贫困线，系统根本不用人判断，直接就会给你打上高风险福利欺诈嫌疑的标签。第二，就是对海外资产的穿透式打击，这一招最狠。随着中美之间税务信息的交换机制在底层不断运行，你在国内的资产也不再是秘密。很多老人在国内每个月领着1万甚至2万人民币的退休金，折合美元1-2千，在美国这边申请福利时却填无任何收入。2026年的新规明确要求，必须申报全球范围内的收入，一旦被查出来你有国内的退休金没有申报，第一，这构成了提供虚假材料的伪证罪，绿卡可以直接被吊销。第二，既然你每个月有这1-2千美元的收入，你就完全失去了领取白卡的资格。政府会把你过去几年吃进去的所有福利，连本带利再加上高额罚款，一笔一笔算清楚，让你全部吐出来。这就是新时代的精准收割。政府的逻辑非常清晰，既然你住得起豪宅，坐得起商务舱，在海外还有稳定收入，那你就绝对付得起自己的医药费。你想在我们面前装穷，那我们就动用一切手段，让你真的变穷。现在刀已经架在脖子上了，距离2026年1月1号只有几天时间，新规刚刚开始执行，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必须做一个极其冷静，甚至显得有点冷酷的决定。舒美娟在这里给你们3条紧急止损锦囊，这不是普通的建议，这是在危机面前的生存命令。第一条策略叫做断臂求生，立刻退保。如果你父母的病不是那种今天不治，明天就有生命危险的急症、重症，或者你们家庭实际上完全负担得起每个月几百美金的商业保险费用，那么听我一句劝，什么都别等了，立刻去社安局或者相关的福利办公室申请把白卡停掉，千万不要有任何侥幸心理，觉得我再偷偷用2个月，等这个风头过去。在这个新规刚刚生效、执法最严的风口浪尖上，主动退保是一个无比重要的姿态，它向政府证明了你的家庭有自力更生的意愿和能力，这在将来万一被抽查或者被审计的时候，可能是你唯一的有力的辩护理由。现在要做的就是亲手拆掉绑在父母身上的这个定时炸弹，动作越快越好。第二条策略，搞清楚红蓝与白的界限，花钱买个护身符。很多老人，甚至很多年轻子女都分不清红蓝卡和白卡的本质区别。红蓝卡，那是你或者你的配偶在美国工作，通过缴纳工资税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权利，或者是老人年满65岁后自己花钱购买的联邦医疗保险，这个你大胆用，它不算公共负担，是你应得的。而白卡，那是纯粹的福利，是政府给穷人的救济，这就是我们说的那杯毒药。真正的出路在哪里？就是给你父母购买奥巴马医保，
也就是市场上的医疗保险，或者直接购买商业医疗保险。虽然每个月可能要支出几百甚至上千美金，但我告诉你，这笔钱就是你在这个时代必须要交的保护费。你花钱买了保险，移民局和州政府就会把你视为有价值的、负责任的消费者。你为了省钱而去用了白卡，在他们眼里，你就成了社会的寄生者。这笔关乎全家身份安全和未来财务安全的账，难道你还算不明白吗？第三条策略是针对那些确实无法承担巨额医疗费用家庭的最后办法，资产隔离的最后窗口，设立不可撤销信托。如果你因为父母需要天价的长时期护理，一年费用高达10几万美金，普通家庭实在无力承担，而不得不考虑使用白卡的话，那么你必须在提交申请之前做好最彻底的资产隔离，别再傻乎乎的直接就把房子过户给孩子了。我们前面说过，那在政府眼里就是欺诈性转让。你必须去找非常专业的、精通 Medicaid 规划的律师，设立一个不可撤销信托，把资产提前放到这个信托里，并且你要等待满整整5年，完全度过那个追溯期，这笔资产才算在法律上真正安全了。所以，种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就是现在。如果你已经预感到父母的身体状况可能在未来需要长期护理，那么现在、立刻、马上就去咨询律师设立信托。哪怕要苦等5年，也远比到时候房子被政府没收，同时背上巨额债务要强1万倍。今天这一期的内容非常沉重，但苏美娟和健康之行必须要把这些血淋淋的真相摊开来放在所有家人面前。最后，我再给大家复盘3条必须刻在骨头上的铁律，你们一定要记牢。铁律1：非救命不白卡。只要不是被送进急诊室抢救，平时拿药、做理疗、看慢性病，千万不要去刷那张白卡。那不是免费的糖果，那是你绿卡和未来身份的催命符。铁律2 I-864 不是废纸，是卖身契。作为子女，一旦你在那份经济担保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你就要做好未来某一天为政府的账单买单的十足心理准备和财务准备。别幻想能赖掉政府的追债系统和法律手段，比任何民间机构都要强悍和彻底。铁律3别在豪宅里装穷人。大数据时代，我们几乎毫无隐私可言。如果你不想因为贪图那几瓶免费药而导致全家的资产状况被曝光，被税务局盯上，甚至被以欺诈罪起诉，那就老老实实、堂堂正正的花钱去买一份踏实的保险。最后，苏美娟想跟所有在海外辛苦打拼的华人朋友们说几句心里话。在美国这套冷酷的资本主义社会运行逻辑里，免费往往就是最大的陷阱，最深的坑。一个人、一个家庭真正的贫穷，不是你没有领到那每月几百美金的福利补贴，而是你为了贪图小便宜，不知不觉中出卖了你们全家未来几十年在美国的安全、尊严和财务自由。今天你看懂了这个视频，你就等于亲手打破了这副枷锁的第一环。你明白了花钱消灾这个道理，才是我们中产阶级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最需要具备的大智慧。各位，如果你家里有老人正在使用或考虑使用白卡，或者你身边有朋友正在为父母办理移民、申请福利，请务必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他们看。你要知道，你这是在救他们，是在拉他们一把，让他们避免掉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也别忘了给健康之行点个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在评论区留下保护家人4个字。我们不仅要自己清醒的活着，还有责任去唤醒更多尚在沉睡中的人。我是苏美娟，我们下期再见。